洪长青见叶晨要走，下意识地哀求道：叶大师，您别着急走啊，叶大师，属下是真的知错了，就请您再给属下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叶晨笑道：瞧你说的，你听从师祖吩咐有什么错的？切莫否定自己，妄自菲薄，我还有事，先走了，咱们回头聊。洪长青哪敢让叶晨就这么走了，万一叶晨真的翻脸不认人，自己这4条经脉不就完蛋了吗？于是他只能扒拉着车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叶大师，修为不易啊，求您看在属下认错态度良好，再给属下一个机会。叶晨微微一笑，不好意思，真给不了，不过就是4条经脉而已，你回去好好闭关，10年后就又冲开了。洪长青哽咽道：叶大师，属下这情况哪还有10年可活啊？叶晨不愿继续跟他废话，本着脸道：洪天师，把我车门关上，我要走了，谢谢。说话间又分出些许灵气渡入洪长青脑中，洪长青下意识地将车门关好，叶晨没等他回过神来，一脚油门便将车开走了。叶晨走后，洪长青才回过神来，在后面大声喊道：叶大师，叶大师，您不能把属下扔在这儿啊，叶大师。叶晨哪里还管他说什么，眨眼功夫，人和车就已经消失不见。洪长青追了几百米没追上，眼见叶晨的车开上了前往郊外的高架桥，整个人颓然无比地瘫坐在地，哭着说道：叶大师，我跟您外婆也算好友，我怎么说也算您半个长辈，咱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啊。可是叶晨哪里还管他哭喊什么，早就朝着香榭丽温泉一路狂奔了。其实按照叶晨的打算，让洪长青在香榭丽温泉做教师爷，自己帮他将他师门的武道心法完善一下，或者干脆拿个新的出来给他，让他好好教授何家人以及万龙殿那些有潜力的年轻武者，只要他做得好，自己也肯定不会亏待了他，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定会帮助他突破暗境，成为暗境高手。可是他没想到，这老爷子竟然还有这么多小算盘，且不说他不愿透露师门心法是不是真心出于原则，单就他这个两性家奴的态度，就完全不值得自己重用。所以在叶晨看来，对付他就必须得先一口气把他彻底搞服，否则的话，他心里那些小九九肯定一直都在，早晚会成为不稳定因素。用灵气封住他4条经脉，对叶晨来说易如反掌。经脉这东西想疏通确实很麻烦，但想堵上真是太简单了。这就像挖一条10公里的隧道，想让它建成通车，不但工程量浩大，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天文数字。但是如果想把一条已经通车的10公里隧道搞成无法通车，只需要弄一车土方往洞口一堆，就什么都解决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叶晨堵他经脉用的是灵气，虽然只是非常少许的灵气，可是他洪长青体内可没有灵气这东西，灵气对他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他根本就没办法应对。叶晨刚才忽悠他说10年还能冲破，其实根本就是拿他寻个开心，真让他回去闭关修炼，100年他也冲破不了哪怕1条经脉。可以说叶晨那一点点的灵气就已经彻底锁死了洪长青将来的武道前途。这可不是一夜回到30年前那么简单，这是直接把他锁死在30年前了。洪长青此时还不知道被叶晨封住经脉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走了。某一个瞬间，他想过给叶晨的外婆打个电话，让他老人家来帮忙评评理。可是转过年来，他又忽然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做出这样冲动的举动，因为叶晨之前就已经交代过自己，不得向他外婆泄露他的身份。如果自己明知故犯，那一旦真惹恼了叶晨，别说是4条经脉被封，人都有可能被他干掉。颓然的洪长青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一定得想办法获得叶晨的原谅，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拿回自己原有的修为。于是他回想到叶晨刚才说过要带自己去香榭丽温泉，便立刻站起身来，
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第一次见到这种道士打扮的老头，而且洪长青确实有几分仙风道骨。见他上车，态度非常恭敬地问道：“这位道长，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洪长青开口道：“我要去香榭丽温泉。”去泡温泉啊？出租车司机有些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老道竟然要去温泉酒店。不等洪长青说话，他想起什么，便随口道：“对了，道长，香榭丽温泉酒店已经停业了，说是要升级改造，开放时间还未定呢。我这2天也拉了几波客人过去，都扑了个空。如果您想泡温泉的话，我给您介绍个别的地方吧。”洪长青摇头说道：“我不是去泡温泉了，我找人有事。”怪不得呢。出租车司机笑呵呵地说道：“我就说您这样的道长，一看就是一心问道的大师，不可能有闲工夫去泡什么温泉。”说着，他又问道长：“不知您平时在哪个道观清修啊？我母亲就笃信道教，平时老去天后宫烧香。”洪长青点点头，开口道：“我并不在金陵本地，我是从美国来的，我的道观也在美国。”美国？出租车司机满脸惊讶地说道：“道长，这道教不是咱华夏的吗？怎么这美国还有道观啊？”洪长青白了他一眼，问道：“华夏就没有教堂了吗？”有。司机嘿嘿一笑，道：“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应该是早些年从华夏过去到美国传教的吧？”洪长青表情尴尬，讪笑道：“我这辈子都在忙着潜心修炼，并没有传过教，也没有布过道。”司机冲他竖起了大拇指，称赞道：“我一看您就觉得跟您有缘，您这长相一看那就是正经道士，绝不是那些忽悠人的骗子。”洪长青没理会他，而是失神地看着窗外，回想自己在美国这么多年苦心修炼的艰辛与不易，再想到自己一大把年纪，不远万里跑来华夏寻机缘，可谁曾想这开心的事情没过2天，自己现在竟然倒退成了4星武者。越是这么想，洪长青便越是觉得委屈，眼泪便也不争气地流了出来。司机一见，连忙问他：“道长，您怎么还哭上了？是谁欺负您了吗？”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